大家好，每年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很多年轻人他们很担心，他们有点儿不想回家，他们很怕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人们问他们关于结婚的问题，因为他们的父母、他们的家人们会催他们结婚。如果他们没有女朋友、没有男朋友，他们的父母会很着急，他们会一直催他们，他们会说，今年你有没有找到女朋友？今年你有没有对象？如果没有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打算什么时候找对象？他们的父母会一直催他们，让他们快点儿找对象。这个事情让很多年轻人很心烦，让他们很头疼。所以他们过年的时候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很多年轻人他们过年的时候，不打算回家，因为他们不想面对，他们不想面对这个问题，他们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问题。这个事情让我想起了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电影，就是《Titanic》。你们可能看过这个电影，这个电影里有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，这个女孩叫 Rose，对不对？她的妈妈，一直催她结婚，因为她的妈妈需要很多钱，这个女孩的家他们需要很多钱，所以她的妈妈一直催她结婚，催她和一个很有钱的男人结婚。但是 Rose，这个女孩，她其实不太喜欢这个有钱的男孩，因为那个男孩对她不太好，她觉得这个男孩不是很有意思。Rose 的妈妈一直催她快点结婚，快点结婚。Rose 觉得这个事情很烦人，觉得这个事情很烦心，所以她在这个船上散步的时候遇到了 Jack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 Jack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男孩，这两个人很快就成了男朋友和女朋友。我很喜欢这个《泰坦尼克》的电影。其实，在中国，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，一个很像 Jack 和 Rose 的故事，一个很像 Romeo 和 Juliet 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。这个故事非常的有名，它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。我觉得每个中国人都听过这个故事。在讲这个故事之前，我想先给大家听一段关于这个故事的音乐。这个故事的音乐叫《梁祝》（Butterfly Lovers）。这个音乐很有名。我的妈妈非常喜欢这个音乐，这是她最喜欢的一个音乐。我想请你们一起来听一听。这个故事里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，她不叫 Rose，她叫祝英台。祝英台她很喜欢读书，很喜欢读书，很喜欢学习。但是那个时候，只有男孩才可以去学校学习，女孩不可以去学校学习。所以祝英台她想了一个办法，她每天穿着男孩的衣服去学校学习。她告诉每个人我是男孩，所以大家都以为他是男孩。在祝英台的班里，在祝英台的班里有一个又帅又聪明的男孩。这个男孩他叫梁山伯。祝英台很喜欢这个男孩，他们两个人成了很好的朋友。但是祝英台的妈妈和爸爸，他们不想让祝英台继续在学校学习了，他们想让祝英台回家，想让祝英台早点结婚。
他们给祝英台找了一个很有钱的男孩，他们想让祝英台嫁给这个很有钱的男孩。祝英台其实她不喜欢这个男孩，她觉得那个男孩人不太好，但是她没有办法，她就离开了学校，回家了。离开的时候，她告诉梁山伯，你要来找我，你要来看我，梁山伯说好的。祝英台离开以后，梁山伯去了祝英台的家去看祝英台，他想看看他的同学，然后他发现原来，祝英台是一个女孩。梁山伯非常吃惊，他也非常高兴，因为他很喜欢祝英台。然后梁山伯告诉祝英台的爸爸，他说：我想娶你的女儿，我想娶她，我们是同学，我觉得你的女儿非常漂亮又很聪明，我喜欢她，她也喜欢我。祝英台的爸爸非常不同意，他觉得这个男孩和他的女孩不合适，他们两个人不合适，所以梁山伯很伤心，他就回家了。回家了以后，梁山伯他生病了，他生了很严重的病，很快梁山伯就死了。祝英台非常的伤心，他就变成了一只蝴蝶，然后梁山伯也变成了一只蝴蝶，他们两个人都成了蝴蝶，他们就在一起了。这个故事和罗密欧和朱丽叶故事一样，它和 Jack 和 Rose 的故事一样，都是一个悲剧的故事，它不是一个喜剧的故事，因为他们都变成了蝴蝶，他们才能在一起，所以这是一个让人很难过的故事。但是这个故事它也告诉了我们，在中国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父母对孩子的对象，对孩子的结婚的对象非常的关心，他们会很关心你什么时候结婚，他们会关心你要和谁在一起。这个问题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大。很多的年轻人，他们结婚的时候，他们会问他们的父母：“我和这个人在一起可不可以？”如果他们的父母不同意，很可能他们会和这个人分手。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两个人在一起，这两个人会分手。当然，如果这个年轻人他还没有对象，他的父母会非常的着急，会很担心，他们会帮孩子们找对象，帮孩子们找男朋友、找女朋友。在中国很多的公园里，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很多的父母，他们把孩子的名字、孩子的生日和孩子的工作这些信息写在纸上。他们把这些信息写在一张纸上，然后他们把这张纸放在地上，或者放在墙上，他们让很多人看他们的信息。如果你去中国旅游的时候，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地方，在公园里很多这样的地方。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，你看见这样的一张纸，可能会有一个中国的阿姨、中国的叔叔，他们会过来问你，他们会走过来问你，你今年多大了？你的工作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工作？你在中国住吗？你有没有对象？你要不要找一个对象？他们会问你这样的问题，然后你会觉得很尴尬，你会觉得有点尴尬，对不对？他们为什么要问我这样的问题？如果你看这张纸，他们会认为你在找一个对象，会有人过来，他们会问你这样的问题。所以如果你去中国，你已经有对象了，你已经结婚了，如果你看见这样的地方，你不要去，你要走开 ，OK， 你要走开。如果你不走开，就会有人过来，他们会问你。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，OK。在视频的最后我们来学一个字，这个字是催。
催就是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这个就是催。比如，如果你在餐厅吃饭的时候，你去餐厅吃饭的时候，那个菜上得很慢，你很着急，你会问服务员，服务员，我点了一个菜，我的菜还没有上。服务员说，哦，好的好的，我帮你催一下，我让他们快点上菜，这个就是催。如果你的工作没有做完，你的老板他说你快点做，把这个工作快点做完，他会催你，这个就是催。还有，如果你借了你的朋友一点钱，你的朋友他会催你，你快点还钱，你快点给我还钱，快点还钱给我，这个就是催。OK， 好的，这是我们今天的视频。视频的最后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有没有被催婚？你们有没有被催婚？你们的父母或者你们的家人，他们有没有问你，你有没有对象？你什么时候结婚？你快点结婚，快点结婚。他们有没有催你结婚呢？OK，你可以在下面的评论里告诉我。我们下次再见。